面对未来的挑战，携手同行的策略。某天深夜，一位15岁的男孩突然对妈妈说：“我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会失败。”妈妈一边收衣服一边回：“想太多啦，你只要好好念书就没问题。”男孩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回到房间，顺手关上了门。那扇门表面上隔开的是母子之间的空间，实际上隔开的是一颗需要同行的心和一个急着解决问题的大人。这一代青少年面对的未来挑战远比我们成长时来得复杂，他们要适应 AI 时代的不确定性，面对社群媒体带来的自我焦虑，应对学业竞争与人际孤独并存的压力。而父母若仍用我那个时代的方式思考，就可能无意间成了孩子最想逃离的声音。这堂课，我们不是谈怎么给孩子答案，而是学会在未知的路上怎么跟他们一起走。未来不再只是考试成绩的战场。以前父母总说，你只要考上好学校，就有好未来。但这句话对现在的青少年而言早就失灵了。问问今天的孩子，你担心未来什么？你会听到的答案不再是考试，而是万一我选错科系怎么办？大家都好厉害，我是不是永远比不上？如果我没兴趣怎么办？我是不是一个没用的人？也就是说，他们在面对未来时，已经不只是想赢，而是想不失败、不掉队、不成为负担。这让我们明白，青少年需要的不是更多知识，而是更多陪伴与信任。别急着教会他走路，先陪他站稳。有位爸爸在儿子国3时说，您只要照我说的做，保证没问题。结果呢，孩子用2种方式回应：表面好了，知道了；内心你真的懂吗？我连自己都搞不清楚。这场对话的失败，正反映出许多家庭面对挑战时的迷思。父母太急着拉着孩子走，而忘了陪孩子站稳。但青春期的孩子最需要的是：1. 被倾听，不是被纠正； 2. 被相信，不是被怀疑； 3. 被尊重，不是被定义。如果每一次对话都变成上对下的规劝、分析或人生大道理，那么孩子要的同行就会变成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真正能陪他走过的挑战，不是你有多聪明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放慢脚步，在他需要的地方停留。玉如高2那年告诉妈妈，她想以后学音乐制作，梦想是当自由创作者。妈妈当场炸裂，你疯啦，那能赚钱吗？你以为你是周杰伦吗？3天冷战，玉如整天待在房间里，说话变少，笑容消失。其实妈妈并不是不爱她，而是出于焦虑，我怕她未来过得辛苦。但女儿理解的是，你从来没相信我有可能成功。当我们不理解孩子的梦想时，我们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框架否定他，还是用开放的心陪他一起调查、探索、试验。同一件事，不同的处理方式，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后来妈妈转换心态，带他去听音乐人分享座谈，亲自陪他认识这个产业，并一起讨论计划 B。2年后，玉如果然没成为周杰伦，
但他进入一家影音工作室当助理编曲，并主动报名夜间进修。妈妈说，他的勇气比我当年的理智还有力量。这就是同行的果实，不是为孩子铺路，而是陪他去开一条属于他的路。从控制到连结的亲子转型，很多父母面对未来的挑战时，第一反应是我得更抓紧，怕孩子走偏迷路放弃，但越抓越紧，往往只让孩子想逃。与其控制，不如连结。什么是连结？是孩子犯错时，你先接住情绪，再谈原则。是他焦虑未来时，你陪他一起不确定。是他想法跳痛时，你不马上泼冷水，而是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。当孩子知道他不是独自一人面对世界，他会更有勇气探索人生。而且当孩子感觉被理解，他反而更愿意听你的建议。同行不是你跟在他后面跑，也不是你拖着他往前，而是你成为他心中愿意回头寻求的那个人。最后，让我们具体整理5个在未来挑战中携手同行的策略。1、开放性对话，而非审问式提问。与其问你今天功课做完没，不如问今天在学校最有趣或最烦的是什么？用好奇而非监督的语气开启对话。2、承认我也不知道的勇气。当孩子问我这样选科会不会没前途，你可以说我不确定，但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。父母的不完美，反而让孩子感受到陪伴的真实。3、尊重孩子对未来的想象，不要急着说这样不实际，先问你想象中的未来长什么样子。就算那个梦想在你看来遥不可及，也值得被倾听。4、分享你也曾有的迷惘。孩子不是需要一个完美父母，而是渴望一个理解他的过来人。你可以告诉他，我也曾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但我一步一步摸索过来，这让未来不再那么可怕。5、允许错误成为共同的学习经验。如果孩子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不要急着说我早就说了吧，而是说这次我们一起学到了什么。让失败变成信任的粘着剂，而不是亲子间的裂痕。结语，不是引路者，而是并肩走过的人。你无法代替孩子选未来的每一步路，但你可以成为他走这段路时最坚定的同行者。未来有挑战，有混乱，有变数，也有梦想，有希望，有突破。当孩子对世界感到迷茫时，他不会只想找一个给答案的大人，而是会寻找一个愿意陪他一起不知道、一起找路的同伴。这个同伴不是朋友，而是你，他的父母。因为在他心里深处知道，未来再难，只要你愿意一起走，我就不怕。